如果你以为樟宜机场这次只是多盖一栋办公楼，那你低估了新加坡保住全球枢纽地位的压力。樟宜机场第3航站楼旁边这栋新楼，公开信息显示是6层，新增大约9600平方米办公空间，目标在2028年底完工。它服务的重点不是旅客，而是航空公司、机场合作伙伴、物流商和各类服务企业。因为现在亚洲机场竞争早就不只是比谁的跑道更长，航站楼更大，而是比谁能把企业留得更近，把合作做得更快，把决策链压得更短。新加坡如果只靠过去积累下来的口碑，不继续往前做基建，全球枢纽这个位置不会自动留给你。新加坡能把收入水平、就业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维持在高位，靠的是把港口、机场、金融、会展、物流和专业服务串成一个高效率网络。机场在这里从来不只是让大家出国更方便一点，它本身就是经济机器的一部分。航空相关活动不只带动旅客消费，也会牵动货运、飞机维修、餐饮供应、会展活动、跨国公司差旅和区域管理。对普通居民来说，你今天关心工作机会、薪资成长，企业会不会继续把区域团队放在新加坡，背后都跟这种基础设施竞争力有关系。尤其这几年，区域竞争已经越来越直接。香港机场在推 Sky City， 仁川也在做更完整的机场经济圈，中东几个大型枢纽同样持续扩容。大家都知道，单靠一个世界级机场的名声，不足以保住未来20年的位置。所以樟宜这次在 T3 旁边加一栋办公楼，重点不是建筑本身，而是一个很清楚的信号。新加坡要把机场从交通节点继续推进成产业节点，甚至是决策节点。机场办公楼，它是高度实时、跨部门、跨国界联动的行业。航班时刻、机位安排、货运转运、行李处理、地面服务、维修协调、贵宾接待、安保要求，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后面都是连锁反应。这个行业里，物理距离不是小事，它会直接变成时间成本、沟通成本，最后变成运营风险。你把关键团队放在市区写字楼，开会要来回跑，临时决策要等人到场，客户或合作伙伴落地后还要再转一段路，效率一定会打折。反过来，如果航空公司、机场合作伙伴、物流服务商、技术支持团队就在 T3 旁边，很多事情可以当天、当场、当面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樟宜这次不是在补办公面积，而是在压缩整个生态的摩擦成本。再看数字会更清楚。公开资料提到，樟宜现有非禁区办公空间大约有8万平方米，这次新增9600平方米，等于增加约 12%。 这里还要讲一个概念，叫机场城市化。意思不是机场旁边随便盖几栋楼，而是机场逐步从交通节点长成一个集办公、商务、物流、酒店、零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复合经济区。对新加坡来说，这更合理，因为我们土地贵，时间贵，企业的人力成本也贵。你要让跨国公司愿意把区域团队继续放在这里，就不能只给他一个机场名声很好的故事，而是要给他一个可操作的现实。人到了就能开会，货到了就能转运，合作伙伴下飞机很快就能进办公室，现场和后台团队随时能碰头。空间越近，协同越快，协同越快，企业越不想搬走。第二个更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就要做？为什么不是等需求更大，办公更紧张了再说？答案很简单，因为枢纽竞争不能等。很多人看基建会用家庭预算的直觉来判断，东西还没满就先不要买新的，省一点比较稳。但国家级基础设施不是这样运作，尤其是机场。因为机场竞争的不只是今天的客流，而是企业对未来5到10年的判断。航空公司、物流企业、维修服务商、区域管理团队在决定把哪些功能放在新加坡时，看的是你未来有没有容量，有没有效率，有没有继续扩张的空间。他们不会等到你真的塞满，真的拥堵，真的办公不够，再耐心等你补救。他们更可能提前分散风险，把部分业务放到别的节点。到那个时候，你失去的不是几间办公室，而是长期租户、长期航线、长期合作关系。这个修复成本通常比提前布局高得多。所以我会把这类项目定义成防御性基建，
它的作用不是马上制造巨大声量，而是防止未来被动。T3 办公楼和 T5 其实就是同一套逻辑下的两个层次。T5 解决的是未来几十年的客运承载和整体枢纽能力， T3 办公楼解决的是企业生态的即时粘性和协同效率。一个是让飞机和旅客进得来，一个是让企业和决策留得住。少了任何一块，枢纽都不完整。再看看周边对手在做什么，就更能理解张仪为什么不能慢。香港机场在推 Sky City， 不只是做零售娱乐，也是在强化机场周边的商业承接力。仁川则更明确，把机场和自由经济区结合，直接吸引跨国企业把功能放过去。换句话说，大家都知道，未来的机场不是单一交通设施，而是产业平台。新加坡如果只守着我们服务很好，排名很高这些旧优势，那是不够的。排名是结果，不是护身符。真正能守住位置的，是持续把容量、配套和企业生态做厚。对普通居民来说，这听起来像很大的国家战略，但其实和民生并不远。新加坡之所以还能持续吸引高质量工作，总部岗位和专业服务需求，靠的就是这些看起来很硬、很慢、很贵的基础设施。如果基建慢半拍，最先流失的往往不是游客，而是工作机会和投资信心。你更担心新加坡花太多钱做基建，还是更担心慢一步被别人抢走产业？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想。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愿意把区域团队放在新加坡？不只是因为税率，也因为这里出差方便，接待客户方便，合作伙伴集中，团队移动效率高。机场旁边如果有更成熟的办公生态，这种吸引力就会更强，企业更愿意来，区域职能就更容易留下来。再往外看，这种变化不会只停在机场里面，旅客多了，企业多了，活动多了，受益的也不只是机场本身，酒店、零售、餐饮、会展、交通都会一起被带动。你去珠欧，去东部一带，甚至看看周边商业和就业变化，其实都能感受到这种外溢效果。对普通家庭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生活成本、房贷或租金、孩子教育，还有 CPF 够不够用。但这些压力要稳得住，背后还是要有高附加值产业和稳定税基来撑。说白了，枢纽地位不是拿来好看的，它会直接影响新加坡怎么赚钱，怎么留住工作，怎么维持整体活力。当然，也不是所有基建都值得无条件支持，判断方式其实不复杂，就看它是不是补到了真正缺的地方，有没有让效率更高，有没有让未来竞争力更强。如果只是表面热闹，那确实要谨慎。但像这次 T3 办公楼，补的是航空企业最需要的协同空间，时间点又卡在2028年这个新一轮升级窗口前，它就不是一栋可有可无的楼，而是一块很实际的拼图。换句话说，张仪不是在盖一栋给人拍照的楼，而是在尽量确保未来更多企业、更多决策、更多工作继续留在新加坡。所以回到标题，航空需求回升之下，新加坡怎么继续靠基建稳住全球枢纽地位？答案不是一句继续扩建这么简单，而是要扩得准。T3 这栋办公楼给我们的启发很直接，真正厉害的基建不一定最显眼，但一定最会补关键位置。把这件事和 T5 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新加坡在做的是把机场从一个高效率交通节点继续推进成一个更完整的产业与决策平台。如果你也喜欢这种从新加坡本土城市规划、基建项目和民生竞争力角度来拆解新闻，欢迎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下一期更想看什么样的城市建设？看懂一栋楼，往往就开始看懂一座城市怎么守住自己的未来。